2025年的中国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诡异的焦虑感。财政没钱了，地方债爆表，官员逃逸式辞职，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。就在这个人人自危的节点，北京突然宣布要倒查13年招投标腐败问题，还号称全民可举报，有奖追查，连 IP 都要查清楚。这不是反腐，这是清算，一种以正义之名，实则收割的财政危机救命术。江西、内蒙古率先出手。7月28日，江西省发改委发布公告，要求全面倒查2012年11月以来的所有依法必须招标项目，重点查暗箱操作、围标串标、权钱交易、利益输送。公告末尾还有一句让无数公务员心头一紧的字眼：举报有奖。1个月后，内蒙古各盟市跟进，锡林郭勒、阿拉善、察右前旗相继设立举报邮箱、电话，连受理期限都精确写到2026年12月31日。官场人心惶惶，有的官员夜里失眠，有的悄悄销毁文件。有人感叹，这不叫反腐，这叫清理库存。这场倒查看似是一次整顿经济秩序的举措，实则暴露出财政的极度匮乏。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5年6月发布的数据，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已突破70万亿元，其中城投债务高达43万亿，平均每个地级市负债超过1000亿。财政收入却在缩水，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6.7%， 而支出增长了 9.2%。钱从哪儿来？能挤的水早挤干了，能卖的地早卖光了。于是北京方面想到了旧账，倒查就是合法化的掘墓行动，罚企业的钱，补财政的窟窿，清党内的敌，顺便清财政的空，制造政治行动的声势，让底层老百姓以为政府在反腐维稳。财政危机的外衣披上了反腐的旗帜。其实很多招投标项目当年都是上级拍板，根本没有多少选择空间。现在倒查13年，真查起来谁都跑不掉。可结果是什么？不是把制度修好，而是多了一波罚款、审查、清退，财政又能多撑几个月。江西、内蒙古不过是开始。业内人士透露，发改委已经要求各省准备招投标自查报告，并在年底前提交结果。这意味着倒查的风暴会从地方蔓延到中央，从建筑项目蔓延到科研采购、国企设备更新，甚至扩展到医疗系统。每一个政府采购文件，每一份招标公示，都是潜在的提款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处罚的钱可以上缴财政，成为地方政府新的收入来源。2014年至2023年，全国共发生涉及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的违规案件超过21.4万起，涉案金额超过1.2万亿元人民币。仅2023年1年，纪检监察系统通报的围标串标案件达7392起，同比增长 32%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央转移支付比例已经飙升至 79%， 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只占20%，几乎难以维系日常运转。中国过去靠卖地、发债、拉投资撑财政，如今这3条路都堵死了。唯一能抓的就是过去的错。倒查就像一场政策版的掘坟运动，过去的交易记录成了新的金矿。这种倒查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程序正义失衡，很多文件早就归档、销毁，证据链难以完整。一旦出现政治干预，可能会被当成清洗工具而非法治行为。这其实是又一场政治性运动。2014年，云南搞倒查6年；2019年，内蒙古搞倒查20年。那时候的倒查还只是特定行业，如煤炭、矿产，而这一次是面向全国、跨行业、跨部门、全民参与举报的政治行动。这不是反腐，
而是财政战争。北京用倒查当作刮地皮的工具，把过去的招标当成新的税源。财政缺血必须要有输血，企业、官员、项目就是新的血库。网络上已经炸锅了，有人说连13年前买个打印机都要查，有人嘲讽当初要求中标的是政府，现在要求交代的还是政府。在知乎、微博、抖音上，倒查13年成了热门词条。评论区最刺眼的一句话是：这不是反腐，而是反穷。确实，当政府连维稳经费都快发不出，地方公务员工资被拖延时，一场全国性的倒查行动就是一针强心剂。财政危机的底色是没钱，倒查13年的真相是借反腐之名行搜刮之实。10年前他们靠反腐立威，10年后他们靠反腐续命。只不过这次查的不再是贪官，而是过去的自己。倒查13年不只是反腐，更像是一场财政版大跃进。表面是清理腐败，重塑市场公平，实质是一次彻底的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收割。财政缺口太大，已经到了杀鸡取卵的程度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财政赤字率再创新高，官方数据显示，赤字规模达到4.2万亿元，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40%，有省份甚至出现工资靠贷款发的尴尬局面。倒查成为北京应对财政崩塌的万能钥匙。反腐可以立威，罚款可以增收，甩锅可以转移焦点。过去20年，中国经济增长靠3根柱子：土地、财政、债务扩张、基建投资。如今3根柱子全断了，土地财政，房地产暴跌，土地出让机腰斩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4.3万亿元，同比暴跌46%，创下历史最大跌幅。债务扩张，地方债发行额度已触顶。2025年上半年，地方债余额高达40.8万亿元，发改委明确不得新增非必要项目。基建投资项目审批收紧，民营资本撤退，投资完成率不到50%。财政缺口越补越大，于是北京转向了倒查模式，不靠创造财富，而靠清算财富。江西、内蒙古不过是第一批，接下来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都传出要进行专项倒查。有知情人透露，这次行动的统一口径是以查促改，以罚促收，以反腐稳定民心。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查出问题，收点罚金，制造声势。中国的招投标体系，从地方发改委到行业监管，再到项目评审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拿回扣。制度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查再多也没用。可北京根本不想修系统，他们只想从系统里挖钱。2024年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公职人员58.7万人次，其中1/3涉及招投标与采购领域。同期财政部通报的违规财政支出追回金额达1983亿元，看似是反腐成果，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财政搜刮。在很多地方，纪委、财政、审计、发改委联动设立专项整治办公室，以反腐为名查账，但结局往往是企业补缴、干部处分、财政入账。这就像一场合法化的搜身。有建筑企业负责人苦笑说，13年前的项目都翻出来查，谁能保证账目没一点漏洞？只要想查，肯定能查出问题。这就是制度的恐怖，所有人都可能有罪，只是看什么时候用来杀鸡儆猴。而举报奖励制度则成了新的社会炸药。江西公告明确写明，提供重大线索者，经查属实将给予重奖。这意味着一个内部举报可能换来上万元奖金。
有人说，这是用钱激励群众互相揭发。这场运动让官员惶恐，企业惊恐，社会人心更恐。中国宣传部门高调宣称，要通过倒查构建阳光透明的市场秩序。可在现实中，招投标的公平性从未真正存在。根据《中国经济时报》2024年的数据，全国政府采购项目中，存在围标串标嫌疑的占比高达 36%， 在建筑行业，这一比例甚至超过 50%。招标不是竞争，而是权力的再分配。一位参与政府项目10多年的民营企业主透露，我们都知道怎么运作，谁请客，谁送礼，谁拍板。只不过现在规则变了，不是看谁行贿，而是看谁够忠。2025年的倒查行动更像是政治筛选，谁是新体系里的安全人，就能全身而退；谁是旧体系、地方派系、退休官僚扶植的企业，就可能被点名。表面是清理腐败，实际上是清理队伍。假招标的时代没结束，只是换了主子。10年前，反腐是新领导立威的利器；10年后，反腐变成财政续命的手段。2012年的打虎拍蝇让官场震动，2025年的倒查13年让整个体制都在抖。这不再是反腐救党，而是反腐自救。反腐成了唯一可以公开进行的财政回收工具，它既能打击政治对手，又能收回资金。可问题是，当财政依赖反腐，就意味着经济系统性崩塌。这场倒查看似是政治清洗，实际上是体制崩坏的前奏。财政枯竭，政治机器就失去润滑，接下来可能会有更疯狂的搜刮方式出现。财政危机的尽头不是救赎，而是恐惧。恐惧让权力维持表面的秩序，恐惧也让体制一步步走向崩裂。当政府开始靠倒查维持财政平衡，这个国家的经济逻辑已经彻底反转。